这次我精选了10个台南必去的旅游景点。台湾的小希腊米克诺斯小镇，它的建筑物都是高脚设计，建在水面上，台湾唯一的军舰博物馆，直升机飞行甲板。它这里是360度的景观瞭望台，采光非常的好。这里的海滩比关系平台那里的人更少，而且很好停车。这边也比较干净，没有那么多垃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这次我们来到古都台南，身为一个住在台南5年的半台南人，这次我精选了10个台南必去的旅游景点。台南必玩景点第一站是我最喜欢的奇美博物馆。奇美博物馆的外观是非常美丽的欧式纯白建筑，建筑的前面有格状大草皮，很好拍照。圣诞节的时候，甚至会有巨型圣诞树跟市集活动。园区正门的阿波罗喷泉广场非常壮观，给人一种来到欧式庄园的感觉。奇美的园区真的很漂亮，非常的辽阔，占地很广，然后很适合野餐啊、散步，来个轻松惬意的旅游。而且奇美博物馆的馆藏很丰富，包括动物、兵器、画作、乐器、雕像等等，还有很壮观的圆形穹顶天花板。在奇美的旁边那里有一个烟囱，那就是石鼓文化村。那石鼓文化村也非常好玩，但是因为我们最近才去过，而且它要花掉大半天的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拍摄。但大家有空真的那里也是非常值得去的点哦。台南必玩景点第2站是国华街。国华街、保安路还有海岸路，这里有超多美食名店，有台南才有的布莱恩红茶，非常有名的全伟家冰淇淋，许多特色小店都藏在国华街等你发现。美食名店太多，上 Google 随便查都够你吃1个月了。在这个商圈，只要假日过来，全部都会封路，因为人太多，多到爆炸。台南的必玩景点第3站是我们台江学园水上屋，它号称台湾的小希腊米克诺斯小镇，它有纯白色系的外观，而且很像盐山啊、沙丘或者是山脉，所以整个外观非常的漂亮。再搭配这个瓷砖地，这里就是知名的网美打卡景点。而且它的建筑物都是高脚设计，全部建在水面上，拍起来很有意境。台江游客中心里面可以免费参观，里头有介绍台江的湿地生态。下一个台南的必玩景点德阳舰。德阳舰军舰园区是台湾唯一的军舰博物馆。那我一样是用 Klook 买票，很方便，只要给大家扫条码就能进场。我的门票就是船票。这一台军舰呢，是我国海军的退役军舰。那上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参观这个军舰的内部，像它有分为主甲板跟上面的3层甲板，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可以参观。军舰指标标示很清楚，可以看到船上的大炮，也能参观舵房，体验坐在舰长椅上面航行的感觉。里面有罗盘、雷达等设备的介绍。船尾的直升机飞行甲板更是有名的打卡景点，很好拍照哦。园区周围也有放置很多的坦克车以及战斗机，给民众们拍照。台南必玩景点第5站是双生绿豆沙牛奶，这间店已经疯狂到每次来都大排长龙，而且每个月几乎还有1个假日休假，害我假日来台南扑空了好几次。虽然排了很多人，但工作人员收胶很快，其实不用排很久就能拿到。它的绿豆沙很绵密，而且绿豆味很香浓，非常的赞，而且1杯50块而已，非常的划算。现在我来到台南最有名的古迹安平古堡。那安平古堡拥有超过400年的历史，是台湾第1座的城堡，也叫做乐兰遮城或者王城。安平古堡是西元1624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，然后周围有很多的大炮啊，这些就是当时在抵御外敌用的。只要看到这个瞭望台，就知道是安平古堡了。那现在我要走上瞭望台，来看看这个安平市区。
现在夏天很热，我来努力的爬上来这个安平古堡的瞭望台，太好了，因为太热了，所以都没有人。它这里是360度的景观瞭望台，可以看到整个台南的市区。那它这里都会介绍它是哪一面，然后看出去会有什么东西。瞭望台旁的史料馆有介绍热兰遮城的历史。其实古迹本体不是安平古堡，而是指古堡周边的城墙，现在叫做热兰遮城遗构哦。周边的安平老街也很好逛，每到假日都人山人海。现在我们要先来我们的饭店放行李。今天我们住的是台南的精英酒店，它是一间非常值得入住的5星级饭店。它的地理位置很好，在台南市中心，它的旁边就是小西门，对面就是蓝晒图跟国华街。我们停在它的地下停车场，就可以在入住期间24小时无限次进出。在很难停车的台南真的是非常赞的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空间，看出去就是楼下精英的户外游泳池。精英也有大浴缸、胶囊咖啡机、智能声控助手小美西。接下来是第7个台南必玩的旅游景点，你没有来过这里，就不要说你有来过台南，那就是到我们的渔光岛看夕阳。渔光岛这里的海滩比关系平台那里的人更少，而且很好停车。这边也比较干净，没有那么多垃圾。我有一些住台南的朋友会来这边冲浪，也有很多戏水的民众，在接近日落的时候来这边踩踩水，也是非常放松，很不错的哦。下个景点是我很喜欢的餐厅时尚主义，它是间隐身在巷弄内很有气氛的餐酒馆，位置很多，但是一定要提早定位。他们的食物很好吃，也适合多人分食，重点是价位非常划算。蜂蜜南洋风猪里脊必点，它的意大利面跟炖饭也都很好吃。今天是来庆生的，餐厅有送 shot 愿望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9站，台南必去景点就是我们的林百货。台南林百货开幕于1932年，是全台湾第2间、台南第1家百货，也是台湾唯一拥有神社的百货公司。馆内有复古的旋转指针式电梯，还有复古的家具摆设，让你感觉回到阿嬷家。里头结合文创与台南的在地文化，每个楼层都规划着不同的主题。有不少充满特色的伴手礼跟纪念品，室内有冷气吹，也很适合当做预备行程，或是安排在夏天中午的室内行程哦，绝对是来台南必逛推荐的景点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站，第10个台南必玩景点——台南美术馆2馆。它的建筑本体以台南市树凤凰花为发想概念，有特殊的五角形外观。美国的五角大厦是国防部，台南的五角建筑是美术馆。看来台南古都还是比较有文化的，对吧？里面也有丰富的馆藏，还有很多纪念品店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10个台南的必玩景点。那如果你有觉得哪里很好玩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